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科尔曼曾一句断言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为生育率崩盘而自然消亡的国家，大概率会出现在东亚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冰冷冷的人口数据给出的答案。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跌至0.72，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倒数第一，每年死亡人口比新生人口多出十几万，人口负增长的缺口正以每年数十万的速度不断扩大。放眼整个东亚，没有一个经济体的生育率能突破1.2，日本是1.15，连续16年深陷人口负增长泥潭。中国台湾地区0.87，中国香港0.71，就连经济增速亮眼的东亚经济体都在生育率的悬崖边集体坠落。这场景听着像科幻小说里的末日设定，却正在东亚的土地上一步步上演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同样是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，生育率却往往站在1.6到1.8的安全区间，没有出现东亚这般近乎崩盘的断崖式下跌。同样是现代化进程，同样是经济腾飞，为什么偏偏东亚的生育率跌得最惨，跌得最彻底呢？有人说，经济越发达，生育率越低，这是全球通用的规律。没错，经济发展确实会抑制生育意愿，但这根本解释不了东亚的特殊性。法国人均 GDP 超4万美元，总和生育率1.56，韩国人均 GDP 3万多美元，比法国还高，生育率却只有0.72，连法国的一半都达不到。按照经济越发达越不愿生的逻辑，法国应该比韩国更难留住孩子，可事实却截然相反。再看北欧，瑞典、挪威的女性就业率常年位居全球前列。按女性越独立越不想生的说法，这些国家的生育率理应跌到谷底，可他们的生育率却稳定在1.7左右，远超东亚。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、女性解放、城市化这些全球通用的现代化因素，根本无法解释东亚生育率的极端崩塌。东亚的低生育率一定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深层逻辑，而这个逻辑要从东亚几十年的发展路径里找答案。要搞懂东亚生育率的崩盘，首先要理清一个核心问题：东亚是怎么富起来的呢？它和欧美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。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走的是内需驱动的慢车道，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，欧美用了100-200年的时间，靠国内市场的消费升级、技术进步的迭代升级，一步步完成工业化，逻辑链条清晰又温和，从技术进步到生产效率提升，到工资上涨，然后到居民消费能力增强，消费拉动生产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。在这个模式里，GDP 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同步的，老百姓能实打实地分享到发展的红利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。而东亚的日本、韩国、中国走的是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快车道。这条路径的核心逻辑极其简单粗暴：压低国内一切成本，把商品以最低价格卖给欧美，换取美元和技术，用几十年的时间跑完欧美100-200年的工业化路程。这条快车道到底有多猛呢？日本从战后废墟一跃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韩国从人均 GDP 不如非洲的农业国跻身发达国家，中国用数十年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，都是靠这套打法。东亚用极致的效率，在全球产业链里快速站稳脚跟。GDP 数据光鲜亮丽，工业化的硬件配置堪称全球顶配。但任何一条发展路径都有代价，东亚这条出口导向的快车道，代价藏在2只无形的手里，而这2只手正是东亚生育率崩盘的根本根源。第一只手是压在劳动者身上的成本枷锁，
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核心是全球竞争力，而商品的全球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价格竞争力。要让价格足够低，就必须把成本压至极致。成本的核心是劳动力成本。于是，一条无法打破的逻辑链条死死锁住了东亚的劳动者。要保持出口的竞争力，必须压低价格，成本必须更低，工资不能涨，工时不能短，福利不能多。这不是某个老板黑心、某个企业逐利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发展模式的内在刚需。你不压低劳动力的成本，订单就会流向越南、印度、东南亚；你不压缩工时，企业就会失去价格优势，在全球市场里被淘汰。于是，卷就成了东亚劳动者的宿命。不是他们天生爱卷，而是不卷就活不下去，不卷就没饭吃。日本是过劳死的发源地，这个词诞生本身就是对东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极致解释。每年日本超过2000人因过度劳累离世，加班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终身雇佣制的温情早已被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取代。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子，怕一停下脚步就被时代的列车甩在身后。韩国是发达国家里的加班狂魔，韩国人的年均工作时长常年位居 OECD 国家前列，睡眠时间却全球垫底，平均每天不足5小时。职场里的996是常态，007也不罕见。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开始就被卷入无休无止的竞争，30岁前要拼学历、拼实习，30岁后要拼业绩、拼晋升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生育。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出口大国，也承载着出口导向模式的全部压力。996大小周成为无数职场人的日常，外卖骑手、工厂工人、互联网从业者都在为了维持生计而拼命奔跑。房价、物价、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工资的涨幅，劳动者手里的可支配收入被一点点挤压。这只压在劳动者身上的成本手，让东亚的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刻上了竞争的烙印。他们没有时间享受生活，没有精力陪伴家人，更没有底气去承担生育、养育的责任，因为他们自己还在为了生存而透支生命。第二只手是抽走财富的虹吸漏斗。如果说第一只手是压榨劳动者的时间和精力，那第二只手就是抽走劳动者创造的财富，向资本和少数人集中。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本质是集中资源办大事。为了快速抢占国际市场，东亚各国都把有限的资源、政策、资金集中给了少数头部企业、财阀和产业集群。韩国把资源砸给三星、现代、LG 等财阀，让他们在全球科技制造领域站稳脚跟。中国则把政策向出口型制造业、高新技术产业倾斜，打造产业链集群。日本则扶持三菱、丰田等巨头，巩固全球产业地位。这些财阀和头部企业确实撑起了东亚的经济大厦，创造了巨额的 GDP 和外汇收入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财富并没有公平地流向普通劳动者，普通家庭创造的价值大头被资本拿走，被财阀拿走，被少数人拿走，留给普通人的只是勉强糊口的工资。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看清这个残酷的现实。韩国养一个孩子到18岁，平均花费折合人民币192万，占韩国人均 GDP 的7.8倍，位居全球第一。这意味着，一个普通韩国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近8年，才能勉强承担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。
中国的养育成本同样惊人，一线城市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，平均花费超200万，二三线城市也在100万以上。房价、教育、医疗三大支出，成为压在普通家庭身上的三座大山。生育养育的成本早已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。有人会问，欧美国家的养育成本也不低，为什么人家生育率能稳住呢？这就是两种发展模式的核心区别。欧美走的是内需驱动路线，企业赚的钱会通过高工资、高福利、高家庭补贴的方式流回普通家庭手里。法国的家庭福利支出占 GDP 的3%以上，产假长达168天，托儿所覆盖率超80%，生育补贴、育儿补贴、教育补贴层层叠加，生一个孩子不会让家庭的生活质量断崖下跌。德国的育儿津贴最高可达每月2000欧元，父母可以共享育儿假，兼顾工作和家庭。北欧国家更是直接用高税收支撑高福利，让每个家庭都能轻松承担养育责任。而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，财富的分配逻辑完全相反，财富向资本、政府、财阀集中，普通家庭分到的比例极低。你会看到一个诡异的现象，东亚各国的 GDP 每年都在增长，增速亮眼，但居民工资的涨幅却远低于 GDP 增速，房价、物价的涨幅却远超过工资涨幅，发展的红利被少数人虹吸走了。普通家庭只能眼睁睁看着 GDP 增长，却感受不到生活水平的提升。时间一长，生育的经济基础就被一点点掏空，年轻人攒不下钱，不敢买房，不敢结婚，更不敢生孩子，因为他们清楚，生育不是天天进口的喜悦，而是一场倾家荡产的负担。而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，不只是经济上的压榨和财富分配的失衡，还有一种渗透到社会骨髓的竞争文化。出口拼的是什么？是效率，是成本，是速度，是极致的竞争。这种高强度的竞争压力从来不只存在于工厂和企业里，而是像病毒一样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渗透到每一个东亚年轻人的成长轨迹里。为什么韩国80%的孩子都要上补习班，每年花掉190亿美元？因为整个社会的底层逻辑是不进则退，教育是唯一的上升通道。你不拼命学习，就考不上好大学，考不上好大学就进不了好企业，进不了好企业就只能在底层挣扎。于是，韩国的孩子从3岁开始就被送进早教班，从小学开始就泡在补习班，童年被无尽的学习填满，没有玩耍，没有陪伴，只有竞争。为什么中国的教育焦虑全球数一数二呢？从鸡娃到内卷，从幼儿园抢名额到小升初拼学区房，从高考到考研，每一个阶段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家长们拼命鸡娃，孩子们拼命刷题，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学习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努力就没有出路。为什么东亚的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躺平就是死路一条的观念？因为整个社会都在高速运转，没有人敢停下来。你停下脚步，就会被同龄人超越；你放弃竞争，就会被时代淘汰。这种压力一代传一代，从父母传给孩子，从长辈传给晚辈，最终全部压在了生育这个沉重的话题上。一个东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早已被写好。小时候被父母逼着上补习班，拼成绩、拼排名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长大后进入职场，被996、007裹挟，
拼加班、拼业绩，不敢有半点松懈。30、40岁时，背着房贷、车贷，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，手里的钱只够维持基本生活，精力早已被工作掏空。你让他们拿什么时间、什么精力、什么钱去养一个孩子呢？东亚年轻人不生孩子，不是突然躺平了，不是突然想开了，而是几代人、几十年的发展模式积累出的必然结果。他们不是不想生，而是生不起、养不起、不敢生。生育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充满希望的事，而是一场无法承担的负担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东亚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功不可没。日本用这套模式从二战废墟中崛起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。韩国这套模式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发达国家的跨越。中国用这套模式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，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这套打法让东亚用几十年的时间跑完了欧美100-200年的工业化路程，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。但任何一条发展路径都有其生命周期。当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，当出口导向模式的红利被吃干榨尽，这条快车道的代价就彻底暴露出来了。几代人的时间透支、精力透支、财富透支，最终酿成了生育率的崩盘。现在，东亚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弯的时刻。过去几十年，东亚的发展逻辑是投资于物，把钱砸向出口，砸向资本，砸向产业，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，追求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地位。而现在，这个逻辑必须彻底改变，转向投资于人，把过去的补贴出口、补贴资本的资源，匀给普通家庭，匀给年轻人，匀给生育和养育。这个转型已经在悄然发生。2025年底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民生伟大，将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列为核心任务。这个优先级的调整是个清晰的转型信号。地方政府也纷纷跟进，湖北荆门推出从生育补贴、托育服务到辅助生殖全链条政策，实打实减轻家庭负担。每年万亿级的出口退税，匀出一部分补贴给年轻家庭，农村养老金从每月220块钱逐步提升，每年7000亿就能将其提升至1000块。这笔钱与万亿级出口补贴相比，不过是9牛1毛。方向已经无比明确。过去几十年叫投资于物，接下来必须学会投资于人。东亚的生育率危机，说到底是一道选择题。过去选了一条快车道，跑出了工业化的奇迹，也跑出了透支的代价。这笔账两边都得认。现在车道占了，必须换一个方向走。牛津教授说，韩国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因为人口消失的国家。这句话的警钟不是看学书，警钟的意思是还来得及掉头。东亚发展到今天，钱有了，技术有了，硬件是全球顶配，但光有硬件不够，得让人觉得生得起、养得起、有盼头。一个社会如果年轻人觉得生孩子是负担而不是希望，那问题不在年轻人身上，是这个社会欠他们一个答案。发展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让人过得好，让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好吗？如果跑到最后 GDP 是世界前列，生育率却全球垫底，年轻人累得不敢生，穷得养不起，那这场发展就跑偏了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给掰回来，方向对了，路就不怕远。只要真正把资源向民生倾斜，向年轻人倾斜，向生育养育倾斜，
东亚就能跳出低生育率的陷阱，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，让人口重新成为发展的动力，而不是消亡的隐患。